沈重，别以为你儿子考了全省第一，你全家就能翻身了。哼，只要你低头认这个理儿，这10万就当我资助你们家了。你敢？我爸他可是是什么？不就是个普通打工的吗？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我儿子话糙理不糙，这年头光靠分数可当不了饭吃。就像有些人从前成绩好，现在混得怎么样，不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沈重，20年没见，你怎么还是这副清高样？王总，你们认识啊？认识，老同学，上学那会儿他可是出了名的清高，天天跟我作对。爸，学习真的没用吗？有用，读书不是为了让你看不起别人，是为了让你将来有选择的底气。沈先生，您先别急着走，今晚毕竟是孩子们的毕业宴，大家都少说2句，好吗？就是，我爸又没说你，怎么还有人自己对号入座啊？不过看样子，某些人是被戳中痛位，不好意思待下去了吧？听我儿子说，你这次高考考了全校倒数第一，成绩不好不丢人，丢人的是自己不努力，还要嘲笑努力的人。沈重，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说话这么不讨喜。你家成绩好有什么用？钱有我挣得多吗？20年过去了，你开一辆老奥迪，穿一身普通衣服，带孩子来参加毕业晚会，连个像样的排场都没有。哎呦，这年头光会读书确实不够，出来以后还不是要给老板打工？王总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你没工作？让我没工作？沈先生，您别冲动，王家的能量很大，真闹僵了，对您工作也不好。怕了？以我现在的身份，停职也得走正式程序，不是谁打个电话就能定的。少在这装腔作势，你一个打工的还跟我谈程序？沈天，你看看你爸那样，连身像样的西服都舍不得买。爸，咱们走吧，不要跟这种人纠缠。沈重，还真是你。杨芝芝，老同学，你应该还记得吧？咱们班当年的文艺委员。20年没见，你还是这么低调。不过低调归低调，孩子都考上清北了，家长也不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吧？上京可不是光靠一张录取通知书就能站稳的地方。孩子的路靠他自己一步步走，父母能给他的不该是攀比和炫耀。哼，沈重，你还是跟当年一样，只会讲大道理。听说你儿子要去清北上学，上京物价那么高，你这个普通打工人供得起吗？要不这样，你来给我当司机吧，我这个人念旧，看在老同学的份上，1个月给你开高点。不必了，我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站住！沈重，我同意你走了吗？腿长在我身上，我想去哪儿需要跟你汇报吗？王总，沈先生，饭店开门做生意，不好拦着客人走，几位有误会坐下来聊，别让我们难做。饭店开门做生意，没有扣人的规矩。沈重，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只是想让你明白，在京海，有些场面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今天敢走，以后有你好受的。2位家长都消消气，今天是毕业晚会，孩子们都在呢，有什么话不能坐下好说。沈天，要不你先劝劝你爸，今天毕竟是学校组织的活动，闹大了不好看。老师，我爸妈从小教育我，不能主动欺负别人，但也不能向欺负人的人低头。沈天，你别以为分数比我高就真有什么了不起，我就算不读大学也能进王氏集团。你呢？你读完大学还不是要出来找工作？王浩，今天是毕业晚会，大家都是同学，话别说得太难听。算了吧，沈天又没招你，你少管闲事。够了，今天是学校组织的毕业聚会，不是让你们互相羞辱的地方。老师，我尊重你，但孩子之间的事儿也得讲现实。社会本来就不是只看分数，社会不只看分数，也不该看谁更会欺负人。沈重，20年前你喜欢上老师反映情况，害得我差点被学校处分。20年后，你儿子又干了同样的事儿。我确实向班主任反映过王浩在模拟考中作弊，还曾经带头排挤同学。那件事学校只是批评教育，并没有公开处分。你儿子做错事，别人指出来是提醒，不是害他。如果你当年能明白这个道理，今天也不会把旧账算到孩子头上。少拿这种话教育我。沈重，今天是孩子们的毕业晚会，
我也不想把场面弄得太难堪。这支票我加到20万，就当我王家资助优秀学生。你现在立刻给我道歉认错！凭什么？就凭我爸愿意给你们这个面子？你们不是清高吗？有本事别要啊！王阳，资助是善意，羞辱不是。我儿子考得好，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你儿子考得不好，也不该靠羞辱别人找优越感。沈重，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李会长，我王阳，京海饭店这边有点误会，麻烦你过来一趟。陈总，之前我们王氏集团融资的事儿不是一直在沟通吗？你现在方便过来一下吗？法务，带上资料马上来京海饭店，有人当众质疑王氏集团，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质疑。沈崇，我给你机会了，等人到了，你再想走，可就没这么容易了。好，既然你把该来的人都叫来了，那今天正好把话说清楚。爸，咱们现在怎么办？老公，儿子给我发消息说有人为难你们。放心，没事，只是遇到一个老同学，聊了几句。王氏集团那边的尽调不会跟你这个老同学有关吧？就是他。需不需要我联系项目组？不用，今天是孩子的毕业晚会，我不想把私人情绪带进工作。但如果有人非要把事情摆到桌面上，那就按流程走。哈哈哈哈！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底气呢，原来是靠家里人帮忙。王阳，希望等会儿你还能保持现在这份自信。我叫的人到了，沈崇，我倒要看你要说什么。李会长，陈总，这边。呵呵，今天让大家看笑话了。有些人仗着孩子考了个高升，就以为自己能对别人指手画脚。王总，都是孩子毕业聚会，何必把场面弄得这么僵？呵呵呵，我本来也不想这样，可有些人不识抬举。沈崇，现在人到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沈总，您怎么在这儿？我们找了您半天。你认错人了吧？他就是个普通打工的。王氏集团的流程材料已经整理完了，投委会那边还在等您签字。王氏集团，你们什么意思？王阳，你刚才不是一直问我这20年混出了什么名堂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启明资本分控合伙人，而你们王氏集团正好在启明资本近期的尽调名单里。启明资本我听过，那不是很有名的投资机构吗？王氏集团最近不是准备上市前融资吗？难道就是找他们投？启明资本又怎么样？我王氏集团合作过的机构多了去了。王总，您应该清楚，这次王氏集团的上市前融资，启明资本是领投方。如果项目风险评级不达标，不止融资流程会暂缓，后续几家跟投机构也会重新评估王氏集团的风险等级。沈崇，你什么时候成了启明资本的人？你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就算你是启明资本的人又怎么样？王氏集团这么大，不差你们一家投资机构。这份是王氏集团对外公开披露的融资说明，这份是启明资本发给王氏集团的补充资料通知，签收人就是你们公司法务部。还有这份是公开渠道能查到的几项风险提示。这些东西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我临时拿来吓唬你。真正的内部尽调赶稿不能在这里公开，一切都按正规流程走。王总，公开材料您当然可以看，但涉及核认流程的底稿，请您通过正式渠道对接。今天不是我想让你难堪，是你自己把所有人都叫到了这里，也正好让你知道王氏集团真正的问题不是得罪了谁，而是自己走错了路。我现在就给李会长打电话。王总，如果这些材料属实，商会这边也需要重新评估王氏集团的信用情况。陈总，之前您不是说愿意跟投吗？现在启明资本这边出了点情况，融资的事还是等启明的正式结果出来再说吧。财务，马上把上季度的原始报表给我。王总，报表出大问题了。什么？蒋老也来了，他可是京海商会的老前辈，王阳以前一直说自己跟他关系不错。蒋老，您可算来了。现在有些人仗着自己在投资机构工作，就没把京海本地企业放在眼里。年轻人，企业经营不容易，做风控可以，但话也不能说得太满。您说的对，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凭私人情绪下结论，这些都是公开渠道能查到的内容，真正涉及尽调核验了底稿，不适合在这里展开。王氏集团的问题
投委会已经核验了第一轮。我今天原本只是来参加儿子的毕业晚会，并不打算在这里谈工作。是王阳自己把商会、合作方和法务都叫了过来。这些事你之前可没跟我说过。长老，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有没有误会，让专业团队查清楚。但在结果出来之前，我不会再为王氏集团做任何背书。爸，沈崇，你这是公报私仇！王良，你太高看自己了。我们对王氏集团的尽调在今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你家公司有没有问题，不取决于我生不生气，而取决于材料和事实。沈总，投委会刚刚回复，等您签字确认后，项目就进入下一阶段评审，最终结果会按正规流程公示。我不会因为你羞辱我儿子，就故意毁掉一家企业，但我也不会因为你是我老同学，就替一家有问题的企业签字背书。王总，不好了！启明资本那边通知，王氏集团的项目要进入补充复核，几家跟投机构也在等进一步说明。董事会让您马上回公司解释情况。老公，现在怎么办？沈天，对不起。沈叔叔，刚才是我说话太过分了，我不该看不起沈天，也不该拿家里的条件去压别人。我只是一直觉得，反正我爸什么都能替我安排好。你现在不是突然明白自己错了，你是发现你一直依赖的东西不一定靠得住了。沈崇，我们好歹也20几年的同学，今天的事儿能不能……王阳，私人恩怨可以放下，但企业的问题不能靠同学关系一笔带过。我不过就是在饭桌上说了几句难听话，你至于把事情做这么绝吗？你到现在还不明白，王氏集团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你今天说了几句难听话，是因为这些年你一直以为钱和关系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你把这种想法带到公司，也带给了你儿子。沈天，刚才老师处理的不够好，我本来想息事宁人，却差点让你受委屈。老师，我没事。沈先生，今天这事，我们这些家长也有责任。刚才不该跟着起哄，惭愧。孩子们刚毕业，人生才刚开始。今天发生的事，不是为了让谁难堪，我只是希望大家能明白，成绩不能让人高人一等，财富也不能让人高人一等。人真正能站稳，靠的是本事、信用和底线。爸，我以前以为只要考得好就能证明自己。成绩很重要，它能给你更多选择，也能让你看见更大的世界。可真正决定一个人走多远的是能力、规矩和底线。那王浩呢？他不是输在分数上，他是输在以为钱和关系可以替他承担一切后果。想问什么？问吧。爸，你既然是启明资本的合伙人，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如果你早点表明身份，王浩他们根本不敢那么笑话我们。因为身份是给外人看的，日子是给自己过的。如果我今天不是合伙人，只是个普通的打工者，难道我们就不配挺直腰杆做人了吗？小天，你要记住，别人尊重你是因为你做事的规矩和底线，而不是因为你的身份和职务。今天王氏集团的尽调是因为他们的财务数据确实有问题。如果我为了私人面子去整他，那我和他还有什么区别？爸，我懂了，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大学是个新起点，以后遇到的人和事会更多，守住本心最重要。沈总，王氏集团的王阳在楼下大堂，他没有预约，但他说就算是站一天也想见您一面。让他上来吧，去3号会客室。沈重，坐下说，这里是公司，只谈公事。沈重，我知道王氏集团的账面有窟窿，这些年我为了扩张，杠杆加得太高，拆东墙补西墙。可是公司不能破产，如果破产，我就什么都没了。哼，这是我名下在京海市中心的2套别墅，还有我手里15%的干股。只要你在风险评估报告上抬抬手，让领头的资金进来，这些全都是你的。王阳，你来找我之前，
真的仔细看过启明资本的行事风格吗？你什么意思？你以为利益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昨晚在饭店，你觉得钱能买来尊严，所以你拿出支票制造压力。今天在启明资本，你又觉得资产条件可以买来底线，所以把别墅和股权摆到了我面前。沈重，算我求你，大家都有一家老小，我如果不这么做，公司一倒，我背上的债务能把我压死。你就念着老同学的情分，就拉我这一把。就是因为我念着老同学的情分，才坐下来当面跟你讲清方案。王阳，你公司真正的危机不是缺这笔融资，是你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拖欠下游供应商几千万的货款。如果你拿了这笔融资，你第一件事是不是去填补你个人的杠杆漏洞，而不是去付货款？启明资本的钱是用来扶持踏实做事的企业，不是用来给你个人填窟窿的。如果我今天拿了你的别墅和干股，明天王氏集团那些拿不到钱的供应商就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濒临破产。你觉得我会为了你这点钱去坑害那些清清白白做生意的普通人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公司倒闭吗？小李，把法务部的张律师叫进来，带上王氏集团的重组预案。你现在唯一的路就是停止一切幻想，配合第三方机构清算资产，卖掉你名下的别墅、豪车，把供应商的钱先还上。启明资本可以不撤资，但前提是王氏集团必须进行彻底的核重组，而你必须退居二线，交出管理权。交出管理权，那公司还是我的吗？保住公司，保住底下几百个员工的饭碗，还是保住你所谓的老板面，你自己选。路我给你指了，能不能站稳，看你自己。林叔，你老公到底什么意思？杨女士，找我有事，大家都是女人，也是老同学。昨晚在饭店，是我和王阳说话难听了，我给你赔个不是。但沈重今天在公司非逼着王阳卖掉家里的房子和车去还债，还要剥夺他的管理权。林叔，你帮我劝劝沈重，放过我们家王阳行不行？杨芝芝，你到现在还没弄清楚状况吗？什么状况？不是沈重不放过你们，是市场的规矩不放过你们。你们拖欠供应商货款做假账，真以为能一直瞒天过海吗？沈重逼王阳卖房子还债，是在帮他填补漏洞，免得将来窟窿越来越大，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可是卖了房子，我们住哪儿？以后在这个圈子里，我还怎么抬得起头？面子真的比安稳睡觉还重要吗？20年前，你觉得穿名牌就是高人一等；20年后，你觉得住别墅、开豪车就是成功。可是这些用虚假繁荣堆砌起来的东西，只要风一吹，就全倒了。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财务顾问的电话，如果你们愿意脚踏实地，他能帮你们规划如何用现有的资产去偿还债务，尽量保住你们基本的生活。人这辈子最可怕的不是跌倒，而是跌倒了还舍不得身上那件华丽的外衣。言尽于此，好自为之。一杯冰美式，谢谢。你在这里打工？我爸的公司重组了，家里欠了不少钱，房子也卖了，我现在自己出来赚上生活费，挺好的。冰美式15块。给，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挺可笑的？以前天天在你面前吹牛，现在却在这里给人端咖啡，不觉得？我反而觉得现在的你比1个月前在饭店包厢里大喊大叫的你要顺眼得多。靠自己的双手赚钱，遇到麻烦自己去扛，这没什么可笑的，这是担当。这个时候，唯一没有嘲笑我的，居然是被我针对了很久的沈天。沈天不怕你笑话，我给以前的那些天天叫我浩哥的人发消息，说想借点钱给我家周转一下，结果我一半人直接把我拉黑了。那时候我才明白，钱进的不是我，是我爸的劳斯莱斯，是我家那套大别墅。虽然我家破产了，但我反而觉得心里踏实了。以前我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活得像个废人，现在我靠自己端盘子做咖啡，虽然累得浑身酸痛，但这钱我花的硬气，用手挣的每一分钱都踏实，没什么好笑的，真的。沈天，谢谢你，不仅是谢你今天没笑话我，更谢谢你当时在饭店包厢里点醒了我。都是过去的事了，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只要你想站起来，什么时候都不晚。我不会一直只在吧台打杂，我报了夜校，报了工商管理和基础财务的课。好，我祝你早点做到。不过夜校的课程不轻松，尤其是管理基础，很多东西很枯燥。
这是我爸以前在家整理的一些商业温控基础和管理学常识，我重新抄录了一份，把一些复杂的概念做了批注，也许对你有用。商业的本质是信用，企业的底线是良知。沈天，谢谢，真的谢谢。不用谢，记住你自己说的话，踏踏实实，靠自己站稳脚跟。老公，今天跑得怎么样？腿怎么了？腿没事儿，今天没舍得打车，多走了几站路，磨出个水泡。今天跑了5家供应商，被骂了3家。好消息是，有2家老伙计看到我们真的把之前的欠款补齐了，愿意重新给我们小批量供货了。以前你出门都是专车接送，现在却要挨家挨户去赔笑脸。这不叫苦，这叫还债。以前我仗着手里有几个臭钱，对人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在去低个头认个错是应该的。是啊，以后咱们家清清白白赚钱，人家供应商也是小本买卖，养家糊口不容易，咱们绝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坑人家了。芝芝，你跟着我受委屈了，那些包和首饰全卖了，你连句怨言都没有。林叔说的对，面子不重要，安稳睡觉才最重要。咱们现在虽然房子小了，车也卖了，但我每天这晚睡比钱在别墅里踏实多了。你先歇会儿，泡泡脚，我去把菜炒了，咱们就吃饭。浩浩呢？怎么还没回来？浩浩刚才发信息说，他咖啡馆下班后直接去夜校了，让咱们别等他吃晚饭。他还说今天店长夸他做事勤快，连吧台的死角都擦得干干净净，给他发了200块的全工奖。200块放在以前都不够儿子出门打个车的起步价，这200块干干净净，是那小子靠自己的双手一滴汗一滴汗挣回来的。好，这小子终于长大了，踏踏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沈重给我上的这一课，我王阳这辈子刻在骨头里。沈总，王氏集团虽然补齐了供应商的钱款，但他们现在的产能和市场份额已经大幅缩水，这笔资金放进去，回报周期可能会拉得很长，风险不小啊。陈总，投资看的是数字，但风控看的是人。这1个月来，王阳变卖了名下所有的私人房产、豪车以及海外资产，他没有转移1分钱，全部用来填补公司的财务窟窿和发放底层员工的工资。不仅如此，王氏集团砍掉了所有的高杠杆业务，全面回归了基础制造业。一家企业在巅峰时能赚多少钱，那叫运气；但一家企业在谷底时，负责人愿意倾尽家去承担责任，这叫底线。有底线的企业，市场也许会让他吃一时的苦，但绝不会让他走上绝路。我同意沈总的判断。沈总，王氏集团的资产成熟方案及纾困资金拨付程序已完全符合风控标准。沈重，谢谢，真的谢谢。不用谢我，这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我给你的只是一条路，但真正走通这条路的是你自己扛下一切的担当。你保住了企业的信誉，启明资本就敢给你托底。各位领导，以前我王良总觉得做生意就是做排场，比谁认识的大佬多，出了事我才明白那些都是虚的。这1个月我去跟每一个被我拖欠过货款的工商工人发工资，我才真正明白，做企业做的不是面子，是良心。沈重，老同学，这一刻你教的够狠，但也真正救了我的命，救了我一家老小，救了公司几百口人的饭碗。如果当时你对我心软，让我继续拿融资去堵那些虚荣的窟窿，现在的王氏集团早就万劫不复了。跌倒了能认错，能爬起来，就还是条汉子。以后的路，踏踏实实走。我一定会，绝对不会再让你失望。听说今天王氏集团的重组签字仪式很顺利。王阳算个爷们儿，能屈能伸，只要他守住今天的这份规矩和良知，那家公司就能活下去，他底下那几百个家庭的生计也就保住了。我就知道，别人都说启明资本的沈重是个不近人情的风控机器，但我知道，我老公做风控，控的从来不是人情冷暖，而是守护这个社会的底线。爸妈，别聊工作了，快来吃饭。我今天按照网上的教程，亲手做了2道拿手菜，你们快来尝尝我的手艺。小天，明天就要一个人去上京的新环境了，离开家，离开父母的身边，紧张吗？不紧张。以前我可能还会在乎外界的眼光，在乎别人家里开什么车，在乎自己有没有比别人显得厉害。但经历了王浩家这件事，我彻底看清了。我现在只在乎自己有没有脚踏实地走在正确的路上，有没有学到真本事去解决实际问题。味道确实不错，火候刚刚好。小天，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无论你以后走到哪里，无论你将来站在多高的位置，掌握多大的资源，永远不要让外界的虚荣、攀比和傲慢遮住你的眼睛。做人做事，清醒的头脑和不逾越的底线，是你这辈子最坚固的铠甲。只要这身铠甲在，你就永远不会被打败。爸妈，敬未来的日子，不攀比，不浮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